大家好，通常老茶客在喝到某些比较苦涩的茶的时候呢，经常会听到他们说这个茶的苦涩味化得开，能够感受到它的生津回甘之类的话。那么这几个词具体是指什么意思呢？今天这期视频就来简单解释一下。首先得弄明白这几个问题。第一，茶叶的苦涩味是怎么来的？这点的话，我们之前其实有专门出过视频解释，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跳转过去看一看。造成茶叶苦涩的主要物质是咖啡碱和茶多酚。茶叶的老嫩程度会影响多酚类物质的含量，从而影响色度。苦味的来源则是生物碱，其中咖啡碱的占比比较大。由于茶树的大小、采摘季节、制作工艺的不同，物质含量会有所差异。第二，所有的茶叶都会有苦涩味吗？是的，所有的原叶茶呢都会有这些物质，所以苦涩味也就会存在。那之所以有些茶喝起来它的苦涩味比较弱呢，是因为这些苦涩味的物质占总物质的比例变小了。正常来说，像茶多酚的话是越嫩的新烧中含量越高，大叶种的含量比小叶种的高，新茶比老茶的含量也更高。当然在鲜叶的阶段呢，可以通过遮阴之类的方式来降低茶多酚的含量，提高氨基酸的含量，或者可以通过加工手段让茶多酚氧化，比如说红茶的发酵、乌龙茶的摇青、黑茶的渥堆等等，让茶汤的苦涩味降低。第三，化得开是什么意思呢？化得开主要是针对茶的苦涩味而言的。茶多酚、咖啡碱等物质随着茶汤经过口腔滑入喉咙，口腔很快出现生津回甘的感觉，苦涩转化为甘甜，这个就是茶汤苦涩味化开的过程。至于回甘的感觉呢，浙江大学的王岳飞教授在《茶文化与茶健康》一书中说道，回甘是因为茶叶中茶多酚与口腔中蛋白质结合，在口腔中形成了一层不透水的膜，口腔内局部肌肉收缩，引起口腔的苦涩感。如果茶多酚的含量合适呢，这层膜就会在口腔中产生涩味后破裂，待口腔肌肉恢复常态，收敛性转化，就会有回甘的感觉啦。这里提一下，不同的人喝不同的茶，产生生津回甘的部位可能会不一样，有的人是在舌尖，有的人是在舌根，也有的呢是在舌头的两侧感受到生津。至于有的茶喝了以后化不开呢，说明咖啡碱、茶多酚等物质停留在口腔的时间比较久，所以口腔感受到的苦涩味会持续更久，不仅感觉不到回甘，还会让口腔和喉咙有收紧干涩的感觉。此外呢，我们还会描述一个茶汤的滑度，这主要是和茶汤中可溶性糖的含量以及果胶的含量有关系，这就是另外一个维度的描述了，和化得快的关系不是很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觉得有收获的话，那就请点赞、评论或者关注我支持一下，拜托了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